下一站我们来到富山这座城市。通常旅客来访的目的都是为了隔天要横跨黑布利山而停留。不过呢，我后续的行程是选择往返黑布利山，因为我怕未知的天气没有拍到美丽的景色，所以我会有2晚的时间停留在富山。那都来了，一定要好好的探索在地的美食与风景，尤其是富山产的时令海鲜，绝对不能错过最有名的富山白虾、荧光乌贼与韩狮鱼。这一集我就先分享我在富山的第1天。来富山的第1站，我们来了富士湾食堂。这个食堂呢是附设在车站出来右手边的这栋百货公司里头的一个叫做东广超市。然后呢，你可以直接跟他的柜台去点这些像是冻饭或定时的餐点，你也可以直接到超市里头，他们直接熟食区去购买你想要的东西，也是一样可以在这个食堂用餐的。这是它的用餐环境，然后这是它的菜单，它种类蛮多的，都是富山这边的特有的餐点。然后我点的是这边最有名的白虾，然后1碗味噌汤，然后腌制的小菜，还有这个是山药泥。我妈点的是这边生鱼冻的定时，然后这边冻饭的鱼类啊，有些是我们比较不常见的，都是富山这边的特有海鲜。多花500块日币的话，可以把味噌汤升级成海鲜汤，然后这个应该是鲑鱼的味噌汤。白虾很脆，很好吃哎，饭很大只。欧包好哩。冻饭的酱汁跟一般冻饭的不太一样，比较不重口味，也比较不湿啊。白虾是这边的名产，富山湾的那个宝石。车站也有另外一间很有名的，但是我们想说那一间就是主攻这个而已，我们之后过几天再去吃，试试看。因为这个鱼肉跟一般我们在都市吃到的又不太一样，试试看。富士湾的鱼就是比较多种，好新鲜哦。好吃。立山的酱油，这也是一般生鱼片比较少出现的。它这个酱油很甜欸。它不知道是酱油关系还是肉关系，吃下去都很甜。500块升级的这是什么东西？鲑鱼。这个可能就是那个啦，我不知道是不是石鱼。升级海鲜汤以后的鱼肉，里面的鱼肉有鲑鱼跟这个不知道什么鱼。这个不是鲑鱼，这边最有名的主要也是韩狮鱼火锅啊。狮鱼它是大型鱼啊，所以你看这个骨头，刚刚那块肉就是一定是大型鱼的，这可能就是狮鱼啊。你们有没有吃过没不知道，但是不错吃，它有一种鱼的特殊味道。海鲜冻好吃吗？还不错。它就是尾鱼啦，最一般的尾鱼就真的很普通。鲑鱼跟尾鱼就普通啊，这是一般我们比较碰不到的鱼啊。我们一般都是旗鱼、尾鱼、鲑鱼为大宗啊，都太薄啊。口感不好，要再厚一点。这里面有一些火的河豚。这是它的点餐机，可以自己点想要的餐点，然后再到刚刚的内用桌去用餐。然后它还有一些热食区，一样可以在这边买完之后去那边吃。寿司区。然后生鱼片区。
大的生蚝，这边就是一些海鲜跟鱼货。门口呢还有各种鱼的大小。第一个这个布里就是这边的韩丝鱼，第二个应该是鲑鱼，把它们的1:1的大小做一个雕像放在这面墙上。这间餐厅整体来说我觉得还不错啦。那大多数的日本人啊都是点白虾冻跟生鱼片的冻饭，因为毕竟这2样都是当地的这些食材去制作而成的料理啊，这些东西就是只有在当地才吃得到的。而且啊，它就位于车站附近而已，所以其实是相当方便的。富山站的前面就有很多他们的地面电车，就是所谓的轻轨。他们轻轨有分很多台，你看那台是黑色的。左手边这边是电铁富山站，我们如果要去黑布利山，要从这边出发。富山车站卖欧米亚给的，都是虾饼、白虾的产品，一样就是各式各样的土产，好像没有什么最特别的。就是这个虾饼，看起来是当地最特别的。就它是这边的名产。这是鳟鱼啦，鳟鱼寿司，它是这个车站的名产。这绿灯才可以过，虽然是车站，但是都会有轻轨要进出站。这个才是湿鱼。不管去到哪，第一站都要先来超市购买饮料跟水果。我通常都会买明治的牛奶啊，或者当地的牛奶。而且我觉得，为什么不太会拉肚子？我在台湾喝这个东西都很会拉肚子，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是乳糖不耐症。所以在台湾只要喝奶制品都很拉塞，可是我来日本我都不会拉，所以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不是。然后我妈妈喜欢喝无糖的咖啡。来开箱一下我们富山的饭店。我们在富山住的呢是大和饭店，然后它是一间连锁的商务饭店。价位平常都比较高一点啦，因为我们来富山这边是为了要去黑布利山，所以这时候无论是平日或假日啊，都算是旺季。那我们这个一个晚上大概是要2500台币左右。那门口进来呢有一个拉门，打开之后呢就是我们的吊衣服的空间，然后再来呢这里是厕所。那厕所的环境啊是比较大的，然后免治马桶、洗手台，然后以及洗手台隔壁这边是干湿分离的洗澡的地方。那它这边的浴缸啊跟洗澡的空间，相对于其他的商务饭店来说都大上很多。一些最基本的备品啊，这些就不一一介绍了。空间的部分的话呢，就是走道这种就是比较小的，但是还是勉强可以开得了行李箱啊，还算 OK。然后我们一样订的是双床房，商务饭店也会有的空气清净机，然后又给2瓶水，再来是下面是冰箱，上面是茶水煮。然后呢，这边呢一样有给一组小茶桌，但是这个就是我觉得离床比较近一点，感觉没有那么好使用，但是也还算 OK 啦，毕竟有比没有好，而且它的椅子是比较舒服的。那我们这次住的是12楼，旁边这边打开呢，可以看到一些风景，最远方那里隐约可以看得到黑布利山的那些连山群，所以风景算还不错。
这个哈密瓜有写糖度是11，我记得11以上都算很高的啦。我上次有买过10的草莓，不太好吃，还不错吃，就是哈密瓜味很香，然后甜度我觉得不会很甜啊，然后可它口感也是比较好的，就是比较硬的。我之前吃过很甜的，但是口感就是会软软的，好吃。我们要来走去富山的清水公园，这好像是这边离车站最近的一个景点。这个叫做富山的环水公园，网络上呢比较多人称说这个就是富山的清水公园。那这个清水公园呢，就是比较有名的，就是对面有这个星巴克啦，蛮多人会在那边买一杯咖啡，然后就坐在河边享受一下这个河岸的风景，我觉得也是很惬意的。这座桥叫做天门桥，然后这个就是这个公园正式的名称啊。台湾人都叫富山清水公园，但是它的正式名称是富岩运河环水公园。为什么会叫富岩运河？就是它旁边就有一条人造的河，它就叫做富岩运河，其实就这么单纯。我们来上这座拱桥看看。他们这个拱桥这么大型啊，就是为了做这个造景，然后给行人上来而已。在台湾是不太可能的啦。这边是星巴克，然后公园背景呢就是立山的连山群，立山的山脉真的很壮观呢，非常期待明天去黑部立山。星巴克旁边呢，还有一个可以让人家在这边野餐露营的草地，整理得非常干净，也可以买东西来这边吃哦。那个乌鸦很可爱，它要去哪里？他很开心呢。他要去我们刚刚坐的位置，看有没有掉什么东西在那里呢？你看，非常，这公园就蛮悠闲的啦。其实不算很大的公园，我觉得有时间可能隔天要准备上黑部立山的一天的缓冲期，可能就像我这样子，还有一个下午不知道干嘛的时候呢，我觉得就可以来这边走走逛逛。那晚上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这边也没什么景点啦，就可以准备早点睡觉。明天一早呢，就要去黑部立山了。这边的这种鳟鱼鸭寿司是这边富山的特产。然后我们在车站旁边这间商场看到这个老板还蛮客气的，不错。大家有来的话可以来买买看。然后对面有一间这个炸鸡，看起来是得过奖的，然后也买回来去试试看。晚餐呢，就是随意看到什么就买什么啦，因为他们 shopping mall 里面有很多的店家都是只有外带而已，但是看起来真的都很好吃，买回去试试看。这个车站的前面啊，种了很多花，这边花香味好香哦。再来超市补一些便当。买回饭店呢，来分享一下我们今天吃的晚餐。这两个是超市买的便当，这个是9宫格的，然后这个是晴雨的。然后这两个便当呢，分别300多块日币而已，算是蛮便宜的。然后还有在车站旁边的商场看到这间，我没有认真去查，但是看起来呢，就是做酱油的店，跟这间炸鸡合作的，或者是这间做酱油的店自己开的炸鸡店。它号称它的炸鸡都是腌制过，然后炸得很入味。那我们等一下来试试看，这个是500块日币。然后再来是这个来富山必吃的其中一样名产，叫做鳟鱼寿司。然后它是把鱼肉压扁在这个寿司上，然后通常这个是常温。那大部分的人都分享说，可以上黑部立山的时候买一个这个上去吃。然后再来是补充蛋白质，超市买的玉子烧，一只烧好像是150日币。然后一样是补充蛋白质的鸡蛋豆腐，3个100。
啊，还有栗子地瓜。可是这个看起来不怎么好吃，色泽就好像不太对了。它这个炸鸡真的很好吃哎，它这个炸鸡的腌制的那个味道很够，这斤可以买来试试看。因为我超喜欢吃日式炸鸡的，每一次来日本，然后每一天有机会看到都会去买，所以这一间算我吃过，真的算很好吃的。